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LPL 夏季赛季后赛终于开赛了，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谁能代表 LPL 赛区前往世界赛的舞台，一切的答案都会在此揭晓。LPL 季后赛首轮的第一场 BO5 就直接打满了，在最后一场决胜局的较量中 ，OMG 战队前期策划了一波越塔，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波直接被对手反手打出0换3炸裂。后 FPX 战队就掌控比赛的主动权，连续进攻打得 OMG 节节败退，最终 FPX 仅用时23分钟结束比赛。LPL 新一届的单杀王山鸡哥首轮淘汰出局， OMG 也告别了 S12 征程。先来介绍一下双方战队决胜局的阵容选择。 FPX 蓝色方是抢下了波比，然后锁定纳尔和阿卡丽的上中，二轮选出霞洛组合。 OMG 后手则是再次顶着压力拿下狐狸，然后提前拿了凯南和厄斐琉斯，二轮选出开团辅助泰坦和打野赵信。本局比赛双方阵容选择都很合理，而且不同时期操作空间都很大， BP 角度上很难判定优势，关键看上下两路对线。然后在前期的交战中，双方中单都是最关键的点，这两个英雄的发挥很关键。比赛开局不久， OMG 下路就先手逼出 FPX 技能，随后马上就要打野越塔，结果阿卡丽 TP 落地，林伟翔倒钩拉3个， FPX 反越塔0换3，天胡开局。不久后 FPX 是策划一波越塔，成功击杀了辅助泰坦。先锋团战 OMG 先手进场效果不好，赵信被落反开阵亡，追击过程中再杀一人，山鸡进场大招，但被波比锤走了。不过 FPX 并没有拿先锋， OMG 拿了先锋，但被波比大招锤走，效果很差。进入中期后 FPX 持续扩大优势， OMG 这个时候有点着急了，在寻找机会先手。中路的一波拉扯中， OMG 是先手魅惑到了阿卡丽，随后双方进场交换技能，林伟翔倒钩命中赵信后落先手开团，双方团战一触即发。结果凯尔的阿卡丽进场对 OMG 造成毁灭性打击，最终凯尔一波直接斩获4杀，杀死了比赛的胜负悬念。 FPX 战队欲取欲求，拿下听龙牌。在18分钟的时候一波推进，林伟翔一波秀操作先手击杀了塔下的厄斐琉斯， FPX 推进险些一波结束比赛。 OMG 防守过程中阵亡2人， FPX 也死了一个，无法一波后选择回撤，回撤之后刚好是20分钟大龙刷新， FPX 直接抱团拿下了大龙， OMG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FPX 拿下大龙。大龙 buff 推进过程中 FPX 是没有给 OMG 任何喘息的机会，直接高地前面一波团战轻松结束了比赛。最终决胜局的时长定格在了23分钟， FPX 顺利晋级8强，下一轮面对 EDG 战队，而 OMG 止步首轮，同时也告别了 S12 的征程。阿博认为两支战队在首轮打出这样的对局，从比赛内容来看还是很精彩的，两支战队都为季后赛准备了很多东西。站在观众角度上，每局比赛都能看到一些新东西，还是比较惊喜的。而相较之下 FPX 战队的一个运营能力还是要强于 OMG 的。 OMG 其实相比于之前是有进步的，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一支比较偏莽的队伍，很多对局都能够通过拼操作往前冲拿下比赛的胜利，但是很难做到粗中有细，遇到一些稍微有经验的队伍就会比较难打。单杀王山鸡的季后赛表现还是可以的，可惜是这次没能再进一步，只能说 FPX 战队的准备非常充分， OMG 战队很多的绝活英雄都有被针对到，作为一支以绝活见长的英雄 OMG 也确实拿不出更多东西来打 FPX 了。选手表现方面，阿博认为中路位置的差距有点大了，小奶油这一轮的 BO5 发挥说实话有点差了，被凯尔对位完爆了。第4局的永恩和第5局的阿卡丽都打出了神级发挥，也希望凯尔和 FPX 后面继续加油。而就在季后赛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一位主播的行为却感动了所有 LPL 观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阿博带你来一探究竟。早年的 OGN 职业联赛，除了 Faker、MadLife、Insec 等传奇选手外，还有一个人在那个时代拥有非常多的关注度，这个人就是被 LCK 和拳头永久禁赛的刀疤。因为代练加上消极比赛，他被禁止在韩国打 rank 和职业。之后刀疤就来到了中国，开启了自己的主播生涯，这一播就是8年。而在近日，刀疤是正式和中国观众告别了。刀疤停播的原因是要回韩国服兵役，其实已经拖了很久。他在直播间上写出了感谢中国观众的话，然后在直播的过程中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主播生涯。刀疤表示自己在直播之前其实是没有玩过很多卡牌的，是看了芜湖神的卡牌之后才开始玩。在国服里面，对芜湖神和虎神2个人印象最为深刻，在国服的绝活哥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些玩家心态很好。职业选手方面，刀疤还和没有打职业的 The Shy 关系是很好的。The Shy 来中国第1年也是和刀疤一起住，后来 The Shy 在职业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近2年，刀疤会经常性的发表观点，认为超伟将会统治英雄联盟这个项目，因为这个事情还遭到了很多观众的吐槽。实际上，刀疤之前也看好过 The Shy、麻辣香锅和明等人，这几个选手后来打得都很好。直播回顾了自己的国服生涯之后，刀疤是在床上进行跪拜礼，感谢中国观众。翻译米娅也是绷不住了，直接哭了。刀疤听到米娅哭之后，与观众告别也是一度哽咽。刀疤表示说，服兵役结束之后，如果还可以的话，会继续直播打 LOL 的。直播间弥漫着伤感的氛围，很多观众也是发弹幕祝福刀疤，很多人直呼爷青结。8年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刀疤这个人似乎一直都没有改变，始终是为人低调，默默直播，也很少会参加各种活动。他与很多主播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的主播为了人气和热度，会参加各种活动，提升自己的曝光度，也会紧跟时事，锐评各种电竞事件。也有很多主播会特意营造一些有趣的节目效果。但是刀疤8年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不愿意换的衣服一样。很多观众会质疑说，为什么刀疤来了中国8年时间还学不会中文？阿博认为，这与刀疤的性格与直播方式的选择有关。除了他巅峰的那几年直播参加过一些活动之外，他平日用来社交的时间很少，性格比较内向，只专注于游戏内容。而且刀疤并不是一个职业选手，如果说一个职业选手来到中国不学中文，那就是职业态度差的一个体现。刀疤作为一个主播，更多是用自己的游戏技术来吸引更多观众，然后与米娅和观众们进行交流，这也是他的一种选择，也是最适合他的一个直播方式。除了直播方式外，也有很多观众会拿刀疤的职业黑点来喷这个人。阿博认为，刀疤已经是为自己做过的错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家都想要看曾经的路人王以极高胜率登顶各大服务器的选手打职业究竟是什么水平，很遗憾他没有这个机会。抛开黑点不谈，在刀疤身上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很多的闪光点，他超高的游戏技术，充满韧性镇定自若的心态，对待游戏的态度等等都是值得学习的。在这个浮躁的直播环境下，默默直播不蹭热度，保持初心的主播不多，刀疤就是其中一个。在这里，阿博也祝福刀疤一切顺利，能够尽早回归所热爱的英雄联盟里来。